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俗话说得好，养肝如养命。养肝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，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些养肝食物，比如蒲公英根。蒲公英根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有强化肝脏、养肝排毒的作用。没事泡水喝呢，可以预防肝脏损伤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多做一个动作。首先，端坐在床上，腰背保持挺直。双手向身体两侧打开，手掌心向前，然后用手臂的力量带动双手向前，这样在胸前击掌，力度适中，反复做5分钟，可以每天睡觉前做。这个击掌的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畅通肝经，促使肝脏排毒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能养护肝脏健康，防止肝脏受损。肝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毒器官，所以要多保护才行。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都在伤害肝脏，比如熬夜、喝酒等，所以要改掉不好的习惯，经常运动锻炼，这样可以提高肝脏功能，让肝脏越来越健康。说背厚1寸，人显老3岁；背薄1寸，命长10年。所以背薄如纸才健康。那么该怎么让背薄下来呢？不妨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动作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自然的站直，两脚分开，距离和肩膀一样宽，然后将双手手臂同时向后伸直，在臀部后面做拍手的动作，拍1次，再向头顶上面伸直，也是拍手1次。注意做的时候手臂要保持伸直，不要弯曲，这样反复练习100次，可以每天做2到3次。这个动作可以将我们身体完全的舒展开，可以帮助打通后背淤堵的经络，减少脂肪，不仅可以瘦背，还有很好的保养后背的作用。那周易认为背为阳，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最大通道，所以养背非常重要，大家不要忽视了。上面这个小动作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你的背部慢慢变瘦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这样的人也容易长寿。肥大、不经常运动、喝水少、饮食不注意，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便秘的情况。那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缓解呢？下面教大家一招。自然站立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左脚向后迈1步，双手手臂向上伸直，手掌心相对，头部往后仰，然后右腿弯曲膝盖，同时双手向下甩动，身体往前弯曲。这个动作每天重复100下，可以早晚做1次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肠胃蠕动，疏通经络气血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对瘦肚子也有一定的帮助哦。那经常便秘的朋友还可以喝点通便茶，比如冬瓜荷叶茶、洛神花茶、蒲公英根茶等等，对预防便秘、减肚子、美容养颜都有帮助。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能会出现便秘，那长期便秘会给身体带来很大伤害，大家要重视起来。那便秘了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经常便秘的朋友可以常敲敲带脉，带脉就在我们腰部的两侧。敲打方法很简单，把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用指关节敲打这里就可以了，力度自己掌握，每次敲打5分钟，每天可以多敲几次。这样敲打带脉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使排便更顺畅，对预防和改善便秘有很大帮助。那想要缓解便秘，平时还要多喝水，也可以在水里放冬瓜荷叶茶或者是蒲公英根茶，还有多运动锻炼，注意腹部的保暖，这样有利于肠道健康。50岁后这3类食物要少碰，都是心脑血管的杀手。第一种食物，反式脂肪酸。大家可能对这类食物不太了解，反式脂肪酸食物有哪些呢？比如油炸食物、巧克力、蛋糕等。如果长期吃这类食物，很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。第二种，油腻的食物。50岁以后，身体新陈代谢逐渐变慢，如果经常吃油腻的食物，很容易导致脂肪堆积，引起身体肥胖。而且食物中的油脂过多还会阻碍血液的流动，使血液变粘稠，时间长了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。第三种，加工的肉类。
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吃的腌制和熏烤后的肉类，对心脑血管也有很大伤害。因为这类食物中都添加了大量的盐分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也会影响血管健康。所以，不管男女，50岁以后，上面这3类食物就尽量少吃吧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最好管住自己的嘴，避免给健康带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，不管男女，50岁后要管住嘴，尽量少吃散物，或能为健康加分。第一种，隔夜食物。食物放时间长了会产生很多亚硝酸盐，对身体健康有伤害，所以年纪大了后要多吃一些新鲜的食物。第二种，高盐食物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饮食还是清淡一点好。如果经常吃高盐食物，不仅使血压升高，还会加速人衰老，对血管健康也不利。第三种，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中含有大量的油脂，如果吃多了，容易引起肥胖，加快衰老，还容易增加患癌的风险。那50岁后吃什么好呢？平时可以喝点养生茶，比如苦荞茶、菊花茶、蒲公英根茶等，有滋养肝肾、疏通血管的作用。与40岁以后，每天踢腿2次，每次49下，肝脾肾经都疏通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。首先将一把带靠背的椅子放在身边，一只手扶着椅背，让身体保持平衡，然后将左腿向后踢，腿要保持伸直，膝盖不要弯曲，踢到自己的最大极限，再缓慢的落下，反复49下。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做相同的动作，49下。做完向后踢腿，再向前踢腿。方法和向后踢腿一样，也是每条腿49下，可以每天踢腿2次，早晚各1次。因为我们的腿部分布着肝经、脾经还有肾经，这样踢腿可以帮助打通淤堵的经络，让双腿更灵活。那到中年以后的朋友，不妨试着做一做，帮你强身健体哦。人到中年，想要身体健康，生活中各个方面都不能少。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对健康才有帮助哦。血管堵塞，少碰两物，多喝凉水，血栓或许退避三舍。少吃哪2种食物呢？第一个，高盐食物。很多人喜欢吃高盐食物，比如咸菜、腌肉等等。这类食物中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如果食用过量，很容易增加血管负担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不利于血管健康。第二种，动物内脏。这类食物含有大量的胆固醇、饱和脂肪酸，经常吃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促使血管堵塞，形成血栓，所以也要少吃才行。那吃什么好呢？可以用苦荞和山楂泡水喝。苦荞中含有生物类黄酮，主要成分是芦丁，有软化血管、增加血管弹性的作用。而山楂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，经常泡水喝也能软化血管，清除血液垃圾，对保持血管通畅、预防血栓有一定的作用哦。到干净的人通常会有3个表现，占1个也要恭喜你。表现1，排便规律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周的排便次数应该不少于3到5次。如果小于3次，那么就可能存在便秘的情况。长时间便秘会导致肠道内堆积毒素垃圾，对健康不利。但是肠道干净的人，排便也会很有规律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表现2，肠道蠕动能力强。如果肠道干净健康，那么蠕动能力也会非常强，不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。但如果肠道蠕动缓慢，就可能会使身体堆积毒素，影响肠道菌群失衡，从而引起肠胃疾病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肠道蠕动能力强，说明肠道还很干净。表现3，气色好。如果肠道干净，那么人的气色看起来也会非常的好。若是气色不好，出现长痘、头发油腻、食欲不振的情况，那么就要注意调理了。俗话说，肠道常清，人则长寿，所以保护肠道健康非常重要。但是保养肠胃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希望大家能够。好了，家家肯定都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但是呢，对于肠胃不好的人，还是少吃散类食物，这样肠胃呢也会感谢你哦。第一个，油炸的食物。过年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油炸的食物。那油炸食物是高脂肪食物，这类食物很难消化，并且还会刺激胃酸分泌过多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那肠胃不好的人还是少吃。第二个，辛辣的食物。
辛辣食物也是过年必不可少的，毕竟要当下酒菜嘛。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还是少吃吧，因为辛辣食物会刺激肠胃和食道，给胃部增加负担，也不利于肠胃的健康。第3个，生冷的食物。大家都知道胃喜温热，怕冷凉，所以对于一些生冷的食物，比如凉水、雪糕、螃蟹等，还是少吃为妙，可以选择一些温热的食物。那吃什么对肠胃好呢？大家呢可以喝点丁香茶或者是大麦茶，不仅养胃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哦。得了，今天就唠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